这是一份来自鄂霍次克海的礼物。眺望北方，鄂霍次克海上的白色陆地好似没有终点一样。每年冬季，在极度寒冷的西伯利亚，海水会被冻结，并乘着冬哈泰暖流来到北海道。这是冬的风物诗刘冰。我一觉醒来就到了，哇塞，居然是刘冰！我们在来过这个站10几次之后，终于见到了刘冰。哇，这是只有这个季节才能够见到的风景。从俄罗斯鄂霍次克海飘来的刘冰，我进去看一下吧。这个有这样，对，这里密密麻麻的，全部都是留言簿。或许是因为刘冰吧，这里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名片或是车票，作为见证大家曾经抵达北冰站的证明。这座无人车站已经历经99个岁月了。车站内部还有一家咖啡厅，在1986年开业，店里的座椅都是以前旧列车上拆下来的。因为大家的喜爱，这座无人车站也不再孤单。沿着列车的轨迹，我们抵达了知床半岛。嗨，大家现在能不能看到这条路有什么玄机？这个路呢，现在是2层的，你可以看到它天空中间有一条分界线。其实那条分界线下面是海，是冻上的海和冰。我为什么要拍脏脏的车窗呢？因为当当，车窗外面是 Lynx， 就是他在拍照的时候，我一般都会在车里等他。因为这个很难过哎，这个需要越过一座雪墙，然后才能到达那个地方。我觉得旅行最舒服的时候就是没什么人的时候。这其实是个渔港，然后在他们8月到几月到11月吧，是不让进的，但是现在就属于是没有人工作的状态。海面都冻出来，哇！海面都冻上了吗？你跳下去看有没有冻实。还有机会吗？我给你们看Lynx的屁股，你转过去。我屁股咋了？你转。上面还有补丁。谁哪个爬山的这裤子都没个补丁，全天是穿新的，不存在的。就是我们上一回来知床冬天的时候是1月份，1月初吧，好像。海浪特别特别的恐怖，跟这完全不是一个世界。判若两海。对啊，这好安静。把那时候照片给大家看一下。那时候就是风又贼大，浪也贼大。那时候就觉得这里真的不适合人类居住，是一个随时会把这个岛吞噬的一个地方。是有这感觉。就大海的那种凶残。我的天啊！这不是雪原，这是溜冰。这有多大的范围啊？这是溜冰。我想请教一下，你在这儿开车是什么样的感受？像是日本，我从来没来过这样的地方。知床对这个地方很熟悉的。知床很不日本的。晚上到了酒店后，美美的吃了晚餐。在泡温泉的时候，我看到海边有一座灯塔，于是，大家早上好啊！我们现在在知床。大家看知床的早晨，天空非常的纯净，一片雪白的世界。这边才下了雪，太好了，能在下雪的地方。哇塞！然后现在我要去前面那边的灯塔看一看，这边完全没有人进去。喂，
但是有动物的脚印哦。走一走特别险，还挺深的。小妮也就是开到那个地方，要是还有机会的话，不知道能不能开进来试试呢？我看起来这个高度进不来啊！啊，太纯净了！哦塞！哦，爬了一个梯子，站到防波堤这儿来了，太神奇了！哇！啊，溜冰的世界，这边有狐狸的脚印，想象一下，真的有一只狐狸到这边来，然后站在这个地方，望向大海的感觉，该多么神奇！而我呢，现在要去那个灯塔的那边。哦，看这狐狸脚印都走到海上了，它这要是万一掉下去可怎么办呢？哈哈哈！昨天就是在这个酒店的浴场发现了这个地方的，太纯净了。这是什么冰激凌吗？啊！过了这个拐角，就能更接近前面的灯塔了。鞋子里进了不少雪。哇，都不知道该怎么描述眼前的景色。被冰冻的海，真的是我头一回见。随着太阳慢慢升高，终于越过雪山，把阳光洒了过来。哇，转眼间天就这么亮了，太阳把溜冰现在照得非常立体，而且早上刚刚过来这边的时候，整体有一点点那种粉色的阳光，然后天空是那种特别柔美的感觉，特别棒。现在这光很强了，但是也很漂亮了。然后这个太阳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它有一圈儿，虽然不是完整的，但是那种彩虹的边儿像是好大一圈。刚刚无人机上去，大家应该也看到了。支床连山上是非常神奇的，盖上了那一层云，像盖上了棉被一样。那现在要往回走了，还要回酒店吃个早饭，然后去这个。
哎呦，这好像冰岛的冰河湖啊！哈哈，哇塞，太像了，太像了！回到小尼这儿了，我很想让小尼进来玩一玩，试一试。要不把太阳放了，尝试一下好了。虽然这个高度肯定高，但是不知道能不能浮在雪面上呢。根据我最新学的雪地越野技术呢，可以同时撞出2车宽的道路，这样能极大的降低陷车的概率。我快把这个前面这块雪都给刨开了，真的很厉害。我觉得其实只要掌握技巧，再加上一定的这个改装，真的很厉害。前面这个地方我都想开进去试试，我现在没有什么时间了。要不然真的很想把胎压放了，然后好好弄一下。这个愿望啊，不知道这次在北海道能不能实现呢？安安心心的好好玩一下这个雪中越野。哎呀，回去吃饭喽！哇塞，前方就是溜冰哎！我们这是溜冰之旅，太绝了！这叫这块海露出来的比较多哎，什么时候飞都沿着先往前开一开。哇哦！哇，这雪也太多了吧！知床岳，知床里边现在就是完全进不去的状态了。我想穿着雪鞋稍微下着河道走一下试试。现在用全景相机进去拍一下好了，在这个河边。上次就是在这边看到熊的，然后现在用的是伊哈360的One RS。哇，感觉在北海道一定要带雪鞋。哎呦，那我就跟着狐狸的脚印走一下看看。那我把这个相机放低一点，岂不就是狐狸视角？试一下，应该挺有意思的。冬天的北海道总是能给我惊喜，看到这些新鲜的脚印，我可以想象到几个小时前狐狸在河边散步的样子。其实我们本次的旅程刚刚开始不久，这次非常特别，我俩决定不坐飞机，而是开着自己的小尼一路向北，在青森坐船登陆北海道，所以想把这段特殊的经历也分享给你们。哇，好多雪呀！车上已经积了些雪了，我先收拾一下。小螃蟹还在那个房间里边等一会儿他。看青森的这个停车价格就是不贵哦，才400块晚上。哇，哎呀，小尼这今年冬天还第一次淋这么多雪的。哎呦，刚买完票，给大家介绍一下下。当当当当当，函館行。呀，我把它放在这个地方，让别人能够看见。函馆对我们两个来讲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城市。是啊，小螃蟹知道呢。青森函馆，太酷了吧！这个角度的小尼和船，哇塞！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上的船了。现在正在上大车货车，可以期待一下，等一会儿我们的房间是什么样的。怎么了？当当当当！哎呀，这狗东西！你现在已经没有位置了，现在小狗是驾驶司机。走开，让开！兔年摸狗头，万事不用愁。小尼第2次
上了一个船。第三次。哦，第3次。不过确实长途的船它会更大一些吧。之前坐最大的就是从那个战小木到巴户，那个坐8个小时。这边有电梯，我们直接到4楼去。是吗？开门。哦，我这是船里边吧？高级，大家不要说我没见过世面啊，我是真的第一次见这个船上房间这么高级的。大家可能不知道，我前2次这个坐船啊拍了，但是 vlog 没有发，现在给大家看一看。我上次那个房间就一个门，一进去就一张床，然后一个特别小的桌子，当时给我晃的呀。不过这个也有可能晃就是。哇！啊，船离港了，拜拜青森，我们要去北海道了。你坐着来，哇，感觉好棒啊！哦，这个房间给他说了多少钱啊？就是比正常坐船多加5000日元。你平摊下来300块啊？300块。哦，本来还想睡的，这个觉得。他这个船今天主要全部都是货车，早上是这个点儿的话，只有3辆乘用车。对，今天周日。哦，周日这么少？正常人好像也不会这么去函馆。我觉得有很多那种文艺作品，它都是，或者它的舞台就是这样的环境啊。一艘船，这边有一个摄像头，能看到船前船头的样子，不是雪呢。我不是有一点点晕船吗？所以每次当我面临这么长时间的航行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象自己是一名海员，我的下半辈子都要在这个船上度过。所以这几个小时的航程就会显得特别的短。当时我们在法罗群岛徒步的时候也是这样，我把自己想象成当地人，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能过去。船啊还是晃啊，上次是刚上船，我觉得啊好兴奋好开心，然后结果后来一躺下，我能感觉到自己和船融为一体，飘在海浪上，然后后来慢慢摇着越来越恶心，然后就睡着了，后来就变得感觉很平静。到函馆啦！到了，很快呀！阳光吗？这是？喂，我拍呀！哇，好朦胧，好梦幻啊！干嘛呀？带着小狗？咦！哈哈！踏上了北海道的旅程。我们现在直接去函馆的早市，去那边吃早饭了。前往这条路线，然后右转。这个时候来还是不一样，上回是3月底嘛。哎呀，这出来都没雪。15年我刚刚来日本留学2个月后，就一个人踏上了北海道的旅程。在这里，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厚、这么洁白的大雪，云后的阳光直接刺进了我的内心。就这样，我爱上了这里的风景。也是在函馆，我第一次吃到甜甜的刺身，改变了我对刺身难吃的刻板印象。这些都是我跟小团结一开始分享的话题。我就带他们回东海龙宫。这些破螃蟹迟早被吃光啊！哇，这蟹腿老大了。又开始下雪了，北海道的天气变得是真快呀！大家能看出来这是什么吗？脚下的雪已经这上面是冰哎，这么高了，硬的这是。我第一次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天气好，那个海面是蓝色的，它更有层次感。如果你拥有一支长焦镜头，就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。接着就要去对我来说很特殊的一个地方了。我们要一起去爬函馆山了。你后面那个转过来给大家看一看，狗仔，狗，跟我们一起去爬山吧。他是探儿的化身，探儿没有一起来。Let's go。有什么需要登山杖到这儿来取啊？好嘞。然后这边还有水。好嘞。还有三脚架。
今天能在上面非常安静的看日落。哎呦，车没开，所以也没有什么游客应该。我们来哼歌吧。等一下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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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干嘛？我有点抓雪玩，抓雪玩。我那天晚上12点多吧，1点钟左右到这儿，然后呢，我还走到那个小屋里边去坐了一会儿，听到那个鸟叫，我要吓死了。现在好像是那个崩坏了，进不去了，貌似。哦，老朽化。当时是，哎呦，这个胆子太大了，从来没有考虑过什么野兽这种之类的事情，就晚上12点多从城里自己爬上来。当时戴着耳机听歌就没觉得有啥，想说我想听听大自然的声音，耳机一取下来，听见风吹着这个树枝那种沙沙的声音，还有乌鸦的叫声以及一些鸟的叫声，顿时给我吓完了。但是我还是继续走上去，然后坚持到了展望台，拍到了非常那个时候对我来说非常棒的星空。8年前在函馆山上的那个夜晚，是我星空摄影启蒙的时候。也正是因为那次特别的北海道单人旅行，才开启了我这一路长长的摄影人生。7年前的一个夏夜，我再一次来到这里，跟着相机一起吹了一整晚的风，拍摄到了一张函馆山夜景和流星雨的照片。如今终于能和小螃蟹一起来到这里，再一次看到这如同星空一般的夜景。山顶近在眼前了，咦，小心小狗掉下去哦。不会的。我想起了作家张小燕写的那段话，后来许多人问我一个人夜晚踌躇路上的心情，我想起的却不是孤单和路长，而是波澜壮阔的海和天空中闪耀的星光。